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北京时间3月19号清晨，随着酷9龙飞船成功降落和宇航员们的顺利出舱，滞留国际空间站长达287天的2名 Starliner 的宇航员终于回到了地球。我本来以为那些曾经被国内媒体大肆报道的宇航员滞留国际空间站的新闻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可却万万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一堆长时间太空驻留对2名 Starliner 宇航员造成严重的身体损害，或返回的 Starliner 宇航员的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的新闻。更令我吃惊的是，不光是国内、国外，甚至是美国，而且不仅是简体中文，西方的一些右翼媒体，也就是那些支持川普的媒体，也用英文有类似的报道。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他们的伟大、光荣、正确。看来在这个世界上，立场好像永远比真相更重要。今天我又在油管上看到简体中文的一个知名的科普博主的最新视频，在这个视频里也谈到了这件事儿，并且博主还在视频里表达他自己认为这2名宇航员付出了超出正常任务水平的身体健康代价。用他的原话说，就是说他是代价最大的加班也不为过吧。在视频中，这位博主先是罗列了长时间太空停留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这些危害就包括了：第一，加速骨质疏松；第二，造成包括心肌在内的肌肉萎缩，并会导致血管壁承压能力下降；第三，引发血压调节障碍，引起太空晕厥；第四，因为体液在微重力下向上身聚集而对视力造成影响；第五，还有宇宙射线对人体的影响。所有这些，这位博主说的都没有问题，只不过他还忽略了长期的太空停留对人体免疫系统也可能造成影响。另外，这位博主也知道，他的观众大多是科技爱好者，具有相当高的科学精神。他预想到观众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长期的太空生活固然会对宇航员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而 Starliner 的这2名宇航员由于飞船故障，在太空的停留时间从原来的8天延长到大约是287天。但相比于在太空一次停留时间最长的俄罗斯宇航员瓦列里·波利亚科夫在1994到1995年创造的近438天的记录， Starliner 的宇航员还差得很远，甚至比不上2022年9月前往国际空间站的美国宇航员弗兰克·卢比奥。为什么 Starliner 的2名宇航员返回地球后身体健康出问题的新闻满天飞，而就没有看到其他在太空长时间停留的宇航员身体健康出问题的报道呢？在这儿呢，我还要多补充一点信息。前面提到的弗兰克·卢比奥和另外2名俄罗斯宇航员是在2022年的9月21号乘坐俄罗斯的联盟 MS-22 飞船前往的国际空间站。他们原计划在国际空间站上停留6个月，但由于他们乘坐的 MS-22 飞船遭遇了微流星的撞击，导致飞船损坏，无法按照原计划返回地球。因此，卢比奥和他队友的太空任务被延长了。最终，他们在2023年的9月27号才返回地球，在太空的总停留时间达到了371天，创造了美国宇航员最长的留空记录。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这位博主给他的观众们准备的解答是这样的：那些早已经知道要长期停留太空的宇航员会在出发前进行大量的准备，但从他后来举的例子来看，他所谓的准备其实就是一些训练和饮食上的调整，总共也就100-200字的叙述吧。然后在总结他的这段视频的时候，按他的原话说，就是他们前2-3天连抬头都会眩晕，大约2周后才能平稳的步行，而骨密度的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之久。这似乎是在告诉观众朋友， Starliner 的宇航员原计划只在太空停留8天，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停留时间变成了9个多月。
由于这2名宇航员事前没有进行相应的准备，所以这次任务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Starliner 的这次任务到底会不会给2名宇航员造成远超其他的具有相同时长太空任务所产生的身体危害。首先，我们先来谈谈这位博主在视频中最后的这几句话。严格的讲，他最后的这几句话用来描述任何一个长时间在太空停留的宇航员都是适用的。就比如美国的宇航员斯科特·凯利，他于2015年到2016年在国际空间站上停留时间长达340天，返回地球后花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他才能恢复身体的机能和生理指标。然而他的骨密度损失却有一部分是不可逆的，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康复训练。但这位博主的视频却像是一直在暗暗的把这些正常的长时间太空停留对身体的影响全部归因于突然把任务时间延长上，希望在观众的潜意识里形成，如果不是因为突然的任务时间延长，2名宇航员即使在太空停留了9个多月的时间，对身体的影响也远远的要小于这次任务的影响。这就是一些媒体和自媒体惯用的伎俩，偷偷的替换2件事之间的逻辑关系，将本来相关的2件事硬说成是因果关系，或者是把某种普适性的结果硬说是某种特别原因造成的结果。就比如这次 Starliner 的宇航员在太空停留了9个多月，返回地球后，他们的身体表现出一些不适。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这些不适是只有 Starliner 的宇航员才出现的特例，还是其他长期在太空停留的宇航员返回地球后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如果是普遍现象，那就不会和8天变9个月的临时调整构成因果关系。如果是特例，那就还要寻找造成这种特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国际空间站本来就是为宇航员长期驻留太空而设计的，里面拥有优越的太空生活环境。正常的情况下，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上的停留时间是6个月左右，但在国际空间站上也多次出现过因为某些特别的原因造成宇航员延长在空间站上停留时间的事例，就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弗兰克·卢比奥。为此，根据 NASA 的规定，每名宇航员都需要接受长期在太空生活的训练，这种训练包括身体、心理、工作技能等等。我们可以把这种训练理解为入职训练和入职考试，只有训练合格，才有资格参加太空任务候选宇航员的筛选。取得资格之后，宇航员依然需要定期巩固训练并进行考试，考试不合格就不能参加宇航员的筛选。在太空任务人选确定下来之后，宇航员还会根据任务特点进行任务前的热身训练，使他们能够更快地进入任务状态。那位博主在他的视频里提到的 Starliner 的宇航员缺乏的训练，其实指的就仅仅是这个热身训练。而对于宇航员长期在太空生活而言，越是经验丰富的宇航员，对热身训练的依赖度就越低。这次 Starliner 的2名宇航员，其中苏尼·威廉姆斯生于1965年的9月，到现在都快60岁了。算上 Starliner 的这次任务，他总共执行过3次太空任务。第一次在太空待了195天，第2次待了127天，第3次，也就是这次任务时间最长，大约是287天。苏尼也凭借着这次任务，成为目前在太空时间停留最长的女性宇航员。2024年的9月22号，苏尼成为国际空间站上的指令长，这个职务一直持续到了3月7号，他准备回地球前。而 Starliner 任务的指令长布奇·威尔摩尔生于1962年的12月，到现在已经快63岁了。算上这次 Starliner 任务，他也是执行过3次太空任务。第一次在太空待了11天，第2次待了167天，第3次他和苏尼一起在国际空间站待了大约287天。如此看来，这2名宇航员都可以说是太空经验丰富。因此，
突然的任务时间延长，对他俩在身体、心理上的影响都远远没有一些媒体、自媒体所渲染的那样大。相反，作为即将退役的宇航员，这次太空任务大概率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太空任务，而由于这次任务，他们也必将被载入史册。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能够画上这么一个精彩的句号，肯定能令很多人羡慕不已。其实，应对太空生活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宇航员们除了在任务前在地面上进行训练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太空采取一定的措施。就比如针对肌肉萎缩和骨骼疏松， NASA 规定宇航员在太空每天需要进行不少于2小时的体能训练和心血管机能训练，包括阻力器训练、跑步机训练和动感单车训练等。在心理方面， NASA 会定期对宇航员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的结果给予相应的心理辅导。总之，事实情况不同于某些媒体的宣传，返回的2名宇航员的身体状况确实是由于长期在太空中的停留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和在太空待同样时长的其他宇航员相比，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差别。如果说 Starliner 的这次太空任务严重地影响了2名宇航员的身体健康，那其他的长时间太空任务，包括国际空间站上的，也包括天宫空间站上的，也是一样的。因此，某些媒体、自媒体所传达给大家的那种这次任务给宇航员们的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的信息，其实只是一种对事实的误导罢了。好，关于 Starliner 的2名宇航员的身体健康问题，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看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